第一课，趣味钓鱼历险记。和你一起钓鱼很有趣，我一直很喜欢我们的钓鱼之旅，安娜。我同意，约翰。在水上尝试钓鱼，有一种平静而令人兴奋的感觉。这是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并从忙碌生活中休息的好方法。另外，这是学习新技能的机会。绝对可以。我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不同的捕鱼技巧和栖息在这些水域的鱼类类型的知识。说到鱼，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旅行中钓到的最大的鱼吗？把它卷进来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哦，对了，那是一个难忘的时刻。他打了一场精彩的战斗，但我们设法把他带上了船。肾上腺素的激增令人难以置信。正是那些时刻让钓鱼变得如此激动人心。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或会遇到什么挑战。确实如此，它使事情变得不可预测，并使我们回头再来。我等不及下一次钓鱼冒险了。我也是。我听说附近有一个新的钓鱼点，它以其大鲈鱼而闻名。在那里碰碰运气会很令人兴奋。算我进去。探索新的钓鱼点增添了探索元素，使整个体验更加愉快。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乐趣。钓鱼使我们能够建立联系并创造持久的回忆。当然，约翰，这不仅仅是捕鱼，还关系到共同的经历和我们必须讲述的故事。你有最喜欢的钓鱼回忆吗，安娜？我很想知道哪些对你来说很突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记忆是当我们去夜间钓鱼，看到星星反射在平静的水面上，太神奇了。我记得那天晚上，那是如此的平静和宁静。大自然有办法使我们充满敬畏和惊奇。确实，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想起了户外活动中可以找到的美丽与宁静。这就是为什么钓鱼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它是一种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和欣赏自然奇观的方式。我完全同意，约翰。我们很幸运有这些机会让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拥抱中。让我们做个承诺吧，安娜，让我们继续探索不同的钓鱼点，一起创造更多不可思议的回忆。我全力支持，约翰。未来还有更多充满乐趣的钓鱼冒险之旅，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捕捞的快感。为此干杯，安娜！我期待着我们的下一次钓鱼之旅，以及等待我们的新体验。第二课，探索新地方。我听说市中心开了一个新市场，它应该有独特而有趣的物品。我们明天去看看好吗？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喜欢探索新地方和发现隐藏的宝石。完美！我们明天去那里看看他们有什么。我很想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也是。偶然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总是令人兴奋的。我同意，未知世界的快感为整个体验增添了惊喜元素。
当然，我认为抓住新机遇并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很重要。绝对可以。尝试新事物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能够学习和成长。确实如此。另外，这是支持当地企业和工匠的好方法。是的，通过探索这些市场，我们为社区做出贡献并帮助他们蓬勃发展。我完全同意。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那么，我们可以制定计划吗？我们明天应该什么时候开会去市场？我们在早上10点左右见面怎么样？这应该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探索。听起来不错，我会把它标记在我的日历上。我真的很期待。我也是。发现新颖有趣的东西总是让人耳目一新。绝对可以。谁知道，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这就是这些冒险的美妙之处。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这就是让生活变得令人兴奋的原因，对吧？拥抱新体验，创造回忆。我自己说的再好不过了。让我们让明天成为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全力以赴。明天，我们将踏上探索与欢乐的旅程。我等不及了。太棒了。明天见。到时候见。为难忘的一天探索做好准备。第3课，时光胶囊小镇。我最近参观了这个位于山上的小镇，就像踏入时间胶囊一样。传统生活方式不受现代影响。没错，这些房屋非常迷人，生活节奏与城市截然不同。这听起来很迷人。当地人对外来访者的反应如何？他们热情好客，他们似乎真的很乐意分享他们所在城镇的历史和文化。太棒了！与当地人交流并从他们的经历中学习总是很特别的。绝对可以。我有机会品尝传统菜肴，听听代代相传的故事。这一定是一次独特的烹饪体验。你会推荐什么很棒的菜吗？他们自制的面包超出了这个世界，它有一种我无法忘记的质朴味道和质地。我已经在想象香气和味道了。有一天我很想尝试一下。你应该，值得一游。说到旅行，你有没有去过一个感觉像时间胶囊的地方？我曾经去过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仍然存在着古老的习俗和传统。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你观察到的习俗有哪些？他们度过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节日，村民们穿着五颜六色的传统服装，表演舞蹈。太棒了！我喜欢体验文化节，这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对遗产的庆祝。确实如此。
参与这样的庆祝活动可以让你对当地文化有更深的了解。绝对可以，这就像被带到另一个时代，即使只是一会儿。我完全同意，这提醒我们常常认为理所当然的悠久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探索人迹罕至的目的地，它们藏有隐藏的宝藏和故事。我说的再好不过了，这些地方使我们能够回到过去，与我们的根源建立联系。确切地说，这提醒人们，尽管世界在不断变化，但保护传统是有价值的。绝对可以，这使每个地方都独一无二，也为我们的全球遗产锦上添花。说得好，让我们继续寻找这些时光胶囊小镇，珍惜它们提供的体验。我同意你的看法，这里有更多穿越历史页面的冒险和旅程。为此干杯，让我们继续探索和解开过去的故事。第4课，在旅途中。我一直在考虑更频繁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似乎是一个可靠的选择。这是个好主意，公共交通既方便又具有成本效益。绝对可以。此外，它还有助于减少交通拥堵和我们的碳足迹。我完全同意，这是一种可持续的选择，对个人和环境都有好处。你经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吗？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有什么建议吗？是的，我已经使用它多年了。我的建议是提前规划路线并查看时刻表。好主意，做好准备并知道时间安排，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和麻烦。当然，在手机上安装公共交通应用程序以进行实时更新也很有帮助。我一定要下载一个，这将使导航路线变得更加容易。另一个建议是购买交通卡或通行证，以实现无缝旅行和潜在的成本节约。我会调查的。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无需携带现金即可支付票价的便捷方式。绝对是。此外，一些城市为常客提供折扣价格。这是鼓励更多人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绝佳动力。绝对可以。根据你要去的地方，你甚至可以在通勤途中欣赏风景。确实如此，这是一个以不同的方式观察这座城市及其人民的机会。公共交通还提供了结识新朋友和进行有趣对话的机会。我没想过，这是与其他旅行者建立联系并聆听他们的故事的机会。没错，令人惊讶的是，公共交通能够将各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可以试一试然后一起坐公共汽车或火车吗？我准备好了，让我们选择一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探索这座城市。听起来像个计划，这将是一次冒险，
我们将发现自己后院的新角落。我很兴奋，让我们踏上这段旅程，从不同的角度体验这座城市。同意，这是为了拥抱公共交通及其带来的所有可能性。第5课，工作保障问题。你曾经担心过工作保障吗？随着经济的变化，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理解，担心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时期。没错，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任何策略来增强我们的工作保障。一种方法是不断更新我们的技能，并在我们的领域保持相关性。这是有道理的。通过适应能力和学习新事物，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价值。绝对可以。保持积极主动并寻求职业发展的机会很重要。我同意，对自己进行投资并扩大我们的知识，可以为我们带来竞争优势。另一个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专业网络，连接可以打开大门并提供支持。联网至关重要，它可以带来新的机遇，帮助我们应对职业挑战。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向雇主展示我们的价值的重要性。没错，通过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工作和展示我们的技能，我们可以建立信任和信誉。随时了解行业趋势和预测就业市场的变化也很有帮助。了解不断变化的格局时，我们有更好的机会适应和做出明智的决定。此外，制定备份计划或探索附带项目可以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这是个好观点，使我们的技能和收入来源多样化，可以提供更大的稳定性。最后，保持积极的心态，把挑战当成增长的机会，可以有所作为。绝对可以。积极的态度和韧性有助于我们自信地应对不确定性。因此，尽管工作保障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强自己的能力。确实如此，通过积极主动和持续成长，我们可以为成功做好准备。没错，让我们专注于我们可以控制的事物，并采取行动来改善我们的职业生涯。同意，这是为了迎接挑战，建立安全而充实的职业生涯。第6课，购物中心魔术。通常，我喜欢去商场，他们有很多产品可供选择。我同意，购物中心可以成为购物、娱乐和餐饮的一站式目的地。当然，将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很方便，尤其是当我正在寻找特定的物品时。我发现浏览不同的商店并发现新品牌很愉快。这就像一场寻宝，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吸引你的眼球。没错，购物中心通常有各种各样的时装、电子产品和家居用品可供选择。确实如此，
无论是购买衣服还是购买小工具，我都很感激有多种选择。此外，购物中心通常有提供多种产品选择的百货商店。一个屋檐下有多个品牌真是太好了，它可以节省时间，并使比较购物更容易。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停车场、洗手间和美食广场等便利设施的便利。诸如此类的便利设施使购物中心的体验更加舒适和愉快。绝对可以。这里也是与朋友聚会或与家人共度时光的好地方。我同意，购物中心通常有电影院、商场甚至室内儿童游乐场等娱乐选择。这是一整套充满乐趣和购物的套餐，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购物中心是度过一天的好地方，尤其是当我想放松的时候。这是摆脱常规的好方法，你可以探索、购物，用一顿饭或看电影犒劳自己。有时，购物中心会举办特别活动或促销活动，让体验更加精彩。为了充分利用您的访问，随时值得查看任何正在进行的销售或活动。绝对可以。那么，我们可以一起计划一次购物中心之旅，然后从中抽出一天时间吗？我会喜欢的。让我们设定一个日期，尽情享受一些购物疗法和美好时光。听起来像个计划。让我们为购物中心冒险做好准备，享受它所提供的魔力。我等不及了，这将是充满购物、欢笑和创造持久回忆的一天。这里是购物中心及其带来的所有体验，让我们把它变成值得纪念的一天吧。第7课，照片安排困境。我有一堆照片，我不知道如何整理它们。我应该随机做还是遵循某种模式？这取决于你想要创造的外观和感觉，两种方法都有其优点。随机安排可能会给人一种更加随意和折中的氛围，对吧？这是正确的，它可以营造一种自发感，展现各种各样的回忆。我喜欢在没有特定顺序的情况下捕捉不同时刻的本质的想法。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可以回忆和激发有关每张照片的对话。另一方面，图案排列可以提供更有条理和更具凝聚力的显示效果。是的，图案可以增加结构并创造出具有视觉吸引力的构图。我能看出按特定顺序排列照片如何讲述故事或传达主题。没错，它允许你根据特定的事件、颜色或主题来策划照片。这听起来很有趣，这将使该安排得到深思熟虑的修饰。这可能是突出某些照片并创建视觉叙事的好方法。我在这两种方法之间陷入了困境，我从随机性和模式上都看到了魅力。两者结合怎么样？可以在图案布局中随机排列群集。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它将增加视觉趣味并创造出独特的显示效果。
这是在自发性和结构之间取得平衡的一种方式。我喜欢，它使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创造力，同时保持一定的秩序。请记住，排列照片没有对错的方法，这一切都与个人喜好有关。你说的对，我应该选择能引起我共鸣并反映我的风格的东西。没错，相信自己的直觉，享受这个过程的乐趣。谢谢你的建议，我很高兴现在能开始整理我的照片。不客气，享受创作之旅，我相信你的安排一定会很棒。我很感激你的鼓励。以下是创建能讲述我独特故事的照片展示柜。第8课，自动付款便利。您是否尝试过为我们的租金付款设置自动付款？是的，我有。这是确保我们按时支付租金的便捷方式，没有任何麻烦。听起来很棒，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很简单，我们授权我们的银行每月自动将租金转账给房东。那么，我们不必担心记住到期日或写支票吗？没错，款项将在指定日期从我们的账户中扣除，因此所有款项都将自动处理。这将为我们节省时间和精力，不再需要逾期付款或滞纳金。没错，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任何潜在的处罚，并与房东保持良好的关系。自动付款是否有任何风险或缺点需要考虑？谨慎行事总是件好事。我们应该确保我们的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每个月的租金。这是有道理的。我们不想要任何透支费用或付款失败。此外，定期查看我们的银行对账单，以确保正确处理付款也很重要。我会密切关注我们的交易，以掌握最新情况。要考虑的另一件事是，如果租金金额或付款条件有任何变化，我们应该相应的更新自动付款。对，我们需要保持最新的付款信息，以避免出现任何问题。总体而言，自动付款既方便又省心，但保持警惕和监控流程至关重要。我同意，这是在便利性和保持积极财务之间取得的平衡。请记住，如果我们决定取消自动付款，我们应该提前通知银行和房东。好主意，沟通我们付款方式的任何变化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设置租金的自动付款方式吗？绝对可以。对于无忧的租金支付体验来说，这听起来是明智之举。我会处理的。设置完成后，我们可以享受便利，每个月都高枕无忧。谢谢你的照顾，我很感激你的积极态度。第9课，确保安全的房间保险箱。为了保证我的贵重物品的安全，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室内保险箱，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拥有室内保险箱可增加额外的安全保障，让您高枕无忧。我同意，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存放我们的贵重物品会很方便。绝对可以。它有助于在我们外出时保护我们的护照、珠宝和其他重要物品。我听说有些酒店在房间里提供保险箱，你认为我们应该选择一家有这种便利设施的酒店吗？绝对值得考虑。客房内保险箱非常方便，可确保我们的贵重物品触手可及且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确实如此，这比去酒店的中央保险箱区要方便得多。另外，当我们外出探索时，我们不必担心随身物品的安全。室内保险箱通常易于使用吗？是的，它们是为用户友好而设计的。我们通常会设置自己唯一的偏码来访问保险箱。这听起来很简单，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安全是件好事。绝对可以。只要我们想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性，我们就可以更改偏码。我还听说有些保险箱足够大，可以存放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这将对我们有用。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在预订酒店之前，请务必检查保险箱的尺寸规格。我一定会这样做的。为我们的电子产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会很方便。当然，保护我们的设备至关重要，尤其是当我们住在新地方时。如果我们在保险箱方面遇到任何问题，你认为我们应该通知酒店工作人员吗？是的，通知他们总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也可以提供替代解决方案。这是有道理的，最好立即解决任何问题或故障。请记住，请务必保密我们的偏码，不要与任何人共享。对，我们的PIN码仅供我们了解，以保持最高的安全级别。没错，通过采取这些预防措施，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整个住宿期间贵重物品的安全。感谢你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现在对保护我们的物品安全更有信心了。不客气，优先考虑我们的安全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始终很重要。绝对可以，让我们找一家有室内保险箱的酒店，安心的享受旅程。第10课，与客户建立联系。你有什么与新客户建立联系的技巧吗？绝对可以。建立牢固的联系对于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至关重要。一个秘诀是积极倾听他们的需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通过专心倾听，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要求，并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没错，这表明我们重视他们的意见，并致力于满足他们的期望。我们可以使用任何特定的技巧来增强我们的听力技巧吗？
一种技巧是练习主动倾听，即我们与客户互动，提出更亲性的问题，并解释他们的担忧。这是有道理的，它帮助我们确保我们准确理解他们的观点。另一个秘诀是要真诚和善解人意，对他们的担忧表现出真正的兴趣，有助于在个人层面上建立联系。因此，这不仅关系到交易，还关系到建立关系。绝对可以。客户对不只是销售产品或服务的企业表示赞赏。非语言线索怎么样？它们在建立联系中起作用吗？非语言线索至关重要，保持眼神交流，使用开放的肢体语言和微笑，可以帮助营造积极的氛围并建立融洽的关系。这很有趣。非语言线索可以传达温暖和平易近人。当然，让客户在互动中感到舒适和被重视，这一点很重要。与新客户建立联系后，我们应该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吗？后续行动至关重要。发送个性化电子邮件或快速拨打一个电话来查看他们的满意度，表明我们关心他们的体验。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手势，它有助于维护连接并解决任何售后问题。绝对可以。它还为收集反馈和改进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提供了机会。建立联系似乎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如何才能继续培育这种关系？定期沟通是关键，发送实时通讯、更新或独家优惠可以保持客户的参与度并提醒他们我们的品牌。这是保持联系和培养忠诚度的好方法。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为与客户互动、回应他们的评论和展示我们的品牌个性提供了途径。因此，利用数字渠道来加强我们的联系非常重要。是的，数字化格局为与客户互动和建立关系提供了各种机会。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我很高兴能将它们付诸实践。不客气，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通过实施这些策略，我们可以与客户建立持久的关系。我完全同意，这关系到成功的联系和长期的客户满意度。第11课，自制寿司历险记。你试过做自制寿司吗？是的，我有。这是一次有趣又美味的烹饪冒险。你想试一试吗？绝对可以。我一直对在家做寿司很好奇，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首先，我们需要收集必要的食材。我们需要寿司饭、紫菜海藻、新鲜的鱼类或蔬菜以及酱油。听起来很简单，我们如何煮寿司饭？要煮寿司饭，请用冷水冲洗直到水变清，然后按照包装说明进行烹饪。
因此，冲洗大米以去除多余的淀粉很重要。明白了。煮完米饭后，我们需要用米醋、糖和盐调味，这赋予了它独特的寿司味道。这很有趣，调味料使寿司具有独特的味道。是的，它为大米增添了浓郁而略带甜味的味道。现在，让我们继续准备馅料。最受欢迎的寿司馅料有哪些？有无穷无尽的选择。常见的馅料包括三文鱼或金枪鱼等鲜鱼、黄瓜、鳄梨，甚至煮熟的虾。听起来很好吃。卷寿司有什么特定的技巧吗？卷寿司需要练习，但并不难。在竹制寿司垫上放一片紫菜，铺一层薄薄的米饭，加入馅料，然后紧紧地卷起来。我可以想象可能需要尝试几次才能完善压制技术。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滚动时在紧张感和温和度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把寿司卷好后，如何把它切成一口大小的块？每次切割之前，使用锋利的刀子并用水将其弄湿，这样可以防止大米粘住并确保切片干净。这是一个聪明的提示，我一定要在每次割伤时把刀弄湿。最后，将寿司与酱油和芥末一起食用，它增添了一层额外的风味。我喜欢酱油和芥末的组合，它为寿司增添了不错的味道。确实如此。现在，我们准备好享受我们自制的寿司了。感谢您指导我完成整个过程，我很高兴尝试在家做寿司。不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这个体验的。自制寿司既美味又令人满意。我等不及要试一试了，这是我们的寿司制作冒险之旅。第12课，公路旅行冒险。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自发地进行一次公路旅行，然后开车去另一个城市怎么样？这听起来像一个激动人心的主意。探索新地方永远是一次冒险。我们应该去哪个城市？去沿海城市布莱顿怎么样？它以其充满活力的氛围和美丽的海滩而闻名。布莱顿听起来很完美，我一直想去参观。让我们上路，充分利用我们的一天。在我们离开之前，让我们确保有地图或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导航到那里。好主意，我们不想一路迷路，全球定位系统将使我们步入正轨。绝对可以。现在，让我们收集一些必需品，例如零食、水和相机，以捕捉回忆。不要忘记一个不错的播放列表，让我们在开车时玩得开心。音乐为公路旅行增添了乐趣。你说的对，音乐可以营造心情，让旅程更加愉快。现在，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开始吧。当我们开车时，让我们留意有趣的地标或风景名胜，在那里我们可以短暂休息。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探索周围环境并捕捉风景如画的时刻将使这次旅行令人难忘。而且，当我们抵达布莱顿时，别忘了品尝一些当地美食。尝试新食物总是令人兴奋的。绝对可以。品尝当地风味将使我们品尝到这座城市的美食。你对布莱顿的活动或景点有任何偏好吗？我听说布莱顿码头是必游之地，它提供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和海岸线的壮丽景色。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很期待体验码头的热闹气氛。我们还应该沿着著名的布莱顿海滩漫步，鹅卵石和海风营造出独特的氛围。我已经可以想象海浪的声音和脸上凉爽的海风的感觉，会让人耳目一新。让我们确保在夜幕降临之前回到路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回家的乐趣并安全地回家。安全永远是重中之重，我们将记录时间并确保舒适的返程旅程。我对这次即兴的公路旅行感到兴奋，这将是充满冒险和新体验的一天。第13课，成本效率解决方案。我一直在想办法改善我们的系统，以提高成本效益为目标。有什么想法吗，安娜？当然，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自动化当前手动完成的某些流程。这是个好主意。从长远来看，自动化可以帮助减少人为错误并节省时间。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它？我们可以从确定重复任务开始，这些任务可以使用软件或技术轻松实现自动化。确定这些任务后，我们可以研究并找到合适的软件或工具来简化流程。没错，选择符合我们特定需求且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易于使用的软件非常重要。我们还应该考虑实施自动化解决方案所需的初始投资，成本效益是关键。同意。评估投资回报率和计算长期潜在的成本节省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可以探索将某些职能外包给专业服务提供商，这可能是一个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外包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它使我们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同时降低管理成本。但是，我们需要仔细评估外包的利弊，以确保质量并保持对流程的控制。绝对可以。正确的供应商选择和清晰的沟通对于确保成功的外包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是优化我们的供应链管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并减少浪费。优化供应链可以显著节省成本，我们可以探索准时库存或本地采购等选项。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当前的供应链，确定我们可以改进的领域，以提高成本效益。定期监控和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跟踪已实施的成本效率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制定关键绩效指标，并定期衡量我们的进展。持续改进是关键。我们应该鼓励团队成员提供反馈，并对他们的建议持开放态度。绝对可以。协作和积极主动的方法将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成本效益机会。通过实施这些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努力建立一个更简化和更具成本效益的系统。我乐观地认为，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节省大量成本并提高整体效率。我也这么认为。让我们继续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建立一个使我们的组织受益的经济高效的系统为目标。同意，这是为了寻找最有效的成本效益解决方案，推动我们的组织走向成功。第14课，捕捉自然之美。这里的自然景色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应该拍张照片来捕捉这一刻，你不觉得吗，安娜？当然，约翰，大自然之美确实令人敬畏。让我们找到拍照的理想地点。看看那边的那座山，连绵起伏的绿色草地和晴朗的蓝天将构成令人惊叹的背景。我同意，草地和天空的鲜艳色彩之间的对比将创造出一张迷人的照片。让我们把自己定位在山顶，以广角拍摄整个景观，它将强调大自然的广阔性。好主意，约翰。广角拍摄通常会给人一种规模感和宏伟感，这非常适合捕捉自然之美。在拍照之前，让我们调整相机设置，确保色彩鲜艳且细节清晰。绝对可以。我们希望确保照片准确地代表我们所目睹的自然之美。现在，让我们找到一个好角度，自然的摆姿势。拍照时别忘了微笑并享受这一刻。自然的姿势和真实的笑容将使照片更加真实，并反映出我们在这个美丽环境中感受到的快乐。我会在相机上设置计时器，这样我们就能一起拍照。让我们站得更近，营造一个温暖友好的氛围。听起来很完美，约翰。我们俩都出现在照片中，将成为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景观的美好回忆。好了，计时器已经设置好了，让我们做好准备吧。3、2、1，微笑。点击明白了。这张照片看起来很棒，约翰。自然之美真正闪耀着光芒。我很高兴我们能够捕捉到这一刻。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再拍几张照片来增加多样性。好主意，约翰。探索不同的视角将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照片，展示这种自然景观的美丽。我们也试着拍一些花卉和植物的特写镜头，它们错综复杂的细节将为我们的照片集增添深度。很好的建议，约翰。微距摄影可以揭示大自然中最小的作品中隐藏的美丽。在我们继续探索的过程中，让我们留意其他自然元素，例如瀑布或野生动物，我们可以将其包含在照片中。
加入这些元素将营造出一种活力感，并使我们的照片集更加多样化和迷人。大自然为摄影提供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画布，让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捕捉它的奇迹。我完全同意，约翰。自然之美是一种礼物，通过摄影，我们可以与他人分享，激励他们也去欣赏它。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捕捉周围的自然美景。每张照片都讲述了一个独特的故事。当然，约翰，每次点击镜头，我们都会创建视觉叙事，庆祝自然世界的奇观。在这里，我们将进行无尽的冒险，并通过我们的照片捕捉大自然的魔力。第15课：卡路里追踪和个性化推荐。我一直在追踪我的卡路里摄入量，我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模式。我会尽快回来给你提供个性化推荐，安娜。这太迷人了，约翰。我很想知道这些数据揭示了我的饮食习惯，很期待。好吧，安娜，以下是根据您的卡路里摄入量提出的个性化建议。首先，尝试在膳食中加入更多的水果和蔬菜。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约翰。我确实喜欢水果和蔬菜，它们提供必需的营养，同时卡路里含量低。绝对可以，它们可以帮助您感到更加满意，并为高卡路里零食提供更健康的替代品。我一定要在下次去杂货店时储备新鲜农产品。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约翰？另一项建议是注意分量，注意建议的分量，尽量不要超过建议的分量。分量控制至关重要，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很容易吃得过饱。我将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分量。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安娜。倾听身体的饥饿感和饱腹感也很有帮助，以避免不必要的卡路里消耗。我同意，约翰。有时，我们进食是出于习惯或情感原因，而不是真正的饥饿。我会努力提高对这一点的认识。此外，可以考虑在膳食中加入更多的瘦肉蛋白，它们可以帮助您感到饱腹感，支持肌肉生长和修复。瘦肉蛋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会在膳食中添加鸡肉、鱼类和豆类等选项，以实现均衡饮食。这是个好计划，安娜。最后，尽量限制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改为选择水或不加糖的饮料。减少含糖饮料是个好主意。水清爽不含卡路里，是最健康的选择。绝对可以，补水对整体健康至关重要。请记住，这些建议是专门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安娜。我很感激你的个性化推荐，约翰。根据我的卡路里摄入量获得有关做出更健康选择的指导会很有帮助。我很高兴你觉得它们很有帮助，安娜。请记住，这与严格节食无关，而是要可持续的改变生活方式。你说的对，约翰。
保持平衡并享受通往更健康生活方式的旅程非常重要。没错，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出微小的改变，你可以取得长期的成功，并改善你的整体健康和福祉。我有动力开始实施这些建议，并看到我的健康状况出现积极变化。谢谢你，约翰。不客气，安娜。我来这里是为了支持你走向更健康的旅程。让我们保持承诺，共同取得进展。